近有法蘭西的兄弟說，我現在覺得中國豬圈裡的豬都比我们過得舒坦。更有網友調侃，太平間或成避暑胜地。還有就是中國空調引爆歐洲，5000歐裝一部空調。看到这兒，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壞了，我家客廳3台空調突然就不像電器，怎麼看都像3輛二手寶馬。我差點準備把它們拆下來打包寄去歐洲。後來冷靜了下，不對就算我敢賣，也沒人敢裝同志們，今年這天氣真是老天爺發了火，太陽公公想把地球給燉了。你看歐洲，那可是老牌工業強國，現在氣溫飆到40度，人民在熱浪裡打滾。更有法國網友在社交平台上破防，發出了那個驚世暴論。說實話，我現在覺得中國豬圈裡的豬都比我們過得舒坦。還有人說太平間成了避暑勝地，這聽起來像地獄笑話，但在巴黎這就是殘酷的現實。今天咱們就從這荒誕的真相說起。為什麼当中國制造的空調成了歐洲人的救命稻草時，我們才突然發現中國人的生活智慧竟然吊打了半个地球？不对，是整個地球。我是白方大招，歡迎來到老李。歐洲人過去幾十年一直在忍什麼？忍空調。沒錯，就是那個在中國幾乎家家都有，甚至廁所、廚房、小賣部都列裝着的空調。很多歐洲人一直覺得真正高貴的人不需要空調。英國人說吹自然風，德國人說房子夠厚，法國人說百葉窗就是最好的降溫科技。甚至還有不少歐洲媒體曾經一本正經地告訴大家，空調會破壞環境。於是很多歐洲家庭寧可買幾千歐元的咖啡機，寧可花幾萬歐元裝飾廚房，也不願意裝一台2-3千人民幣就能解決問題的空調。到了現在破不破壞環境咱是不知道，咱只知道1000多人被活活給熱嘎了。今年6月，一場熱浪把這種浪漫直接曬成了現實。法國40多度，德國鐵路開始變形，捷克發布臭氧污染警報，匈牙利核電站因為河水太熱，被迫降低發電功率，意大利波河水位暴跌，海水竟然一路倒灌18公里。而法國官方公布的數據更是讓整個歐洲都沉默。截至目前，僅法國就已經出現了約1000例超額死亡，而且衛生部門明確表示，這個數字還會繼續上漲。注意他說的不是普通死亡人數，而是一個很多人第一次聽說的詞兒——超額死亡。什麼意思？簡單來說，就是比往年同期多出來那些死亡人數。這些人也許不是直接被太陽曬死，而是因為高溫誘發的心腦血管疾病、呼吸系統疾病、脫水、中暑的各種連鎖反應。換句話說真正可怕的從來不是太陽，而是它撕開了現代社會最脆弱的一層外衣。韓非子有句話說的特別好：千丈之堤，以螻蟻之血潰。一個國家真正的危機往往不是戰爭，而是那些平時看不起眼的小事兒。過去大家覺得高溫不過就是熱一點，可今年全歐洲才發現熱也可以成為一種戰略武器，因為真他媽要命鐵路癱瘓，機場延誤，電網告急，醫院爆滿，養老院人滿為患，甚至連核電站都開始中暑。聽起來是不是很荒唐？核電站還能中暑？還真能。因為世界上大多數核電站本質上就是一台超大型燒開水機器，發電之後需要大量河水降溫。可問題來了，如果河裡的水本來就已經30多度，你再把更熱的冷卻水排進去，河裡的魚先受不了。所以歐洲很多國家有嚴格的規定，河水超過一定溫度就必須降低核電站功率。於是一個看似簡單的高溫天氣，竟然一路連鎖反應到了整個國家能源系統。這就是現代文明最大的缺點，越先進越依賴系統，而系統最怕連鎖反應。孫子兵法說，故善戰者治人而不治於人。真正決定勝負的不是最後那一刀，而是前邊所有看不見的準備。很多人覺得今年歐洲最大的新聞是法國熱死人，是德國鐵路彎了，是意大利河流快乾了。但如果你再把目光放遠一點，你就會發現一個更大的故事其實已經開始。就在歐洲人瘋狂搶購風扇的時候，中國的企業卻笑了。你沒有看錯，今年最忙的不是賣冰激凌的，也不是賣礦泉水，而是中國空調廠。過去10幾年，歐洲一直是全球空調普及率最低的地區之一，不少國家家庭空調擁有率甚至只有個位數，很多老建築壓根沒有預留空調安裝的位置。可當連續幾年極端高溫不斷刷新記錄以後，整個歐洲開始集體覺醒，浪漫它不會降溫，
擋不住40°C的高溫，環保理念也擋不住凌晨3點依然30多度的臥室。於是大量來自中國的空調、移動空調、熱泵設備、壓縮機、電機、散熱系統開始源源不斷進入歐洲市場。很多中國企業發現，過去歐美客戶最關心的是價格，如今他們問的最多的一句話卻變成了最快什麼時候能發貨。最讓我哭笑不得的是最近網上到處都在貼中國空調都快賣成奢侈品，聽說裝一台空調最多可達5000歐元。看到這兒，我第一反應就是壞了，我家客廳3台空調突然就不像家用電器，怎麼看都像3輛二手寶馬車，差點把它們拆下來打包寄去歐洲換5000刀不对，15000刀了。後來我冷靜了一下，不对就算我敢卖也没人敢装。为什么呢？因為歐洲裝空調真的不是中國人能想的。在中國今天下單，明天師傅就來了。這電鑽一響，銅管一接，抽真空放冷媒，2個小時搞定。可在歐洲，很多房子都是幾十年、上百年的老建築，有的屬於歷史保護建築，外牆不能隨便打孔；有的公寓規定不能掛外機，有的還得經過物業、業委會甚至當地政府審批。更離譜的是，不少地方安裝師傅本來就少，預約排隊可能就是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。這時候中國企業就開始整活了。既然你裝不了分體式空調，那我們就換個打法。於是一款產品突然就在歐洲賣爆，移動空調，沒有室外機，不用外牆打孔，不用拉銅管，不用複雜安裝，插上電，把排風管接到窗邊就能開始制冷。對於租房的人、老建築住戶或者臨時應對熱浪的人來說，這種產品幾乎就是即插即用的救命神器。看到這兒，我忍不住感嘆一句：中國製造最厲害的地方，不是把一種產品賣到全世界，而是全世界遇到不同的問題，中國企業總能想辦法做出不同的產品去解決。你裝不了室外機沒關係，我給你做移動空調；你想省電沒關係，我給你做變頻；你想冬天取暖、夏天制冷沒關係，我再給你做熱泵。難怪有人調侃，中國製造有時候不像推銷員，更像一個理工科暖男。你不用告訴他該怎麼做，你只要說一句我這裡裝不了，他下一秒就開始琢磨，行，那我給你重新設計一個能裝的。看到這兒，也許有人會說，這不就是一場天氣？你如果真的這麼想，那就只看到了棋盤上的棋子，真正厲害的人看的是棋局。今天這場高溫表面是在烤歐洲，實際上它正在重新洗牌整個世界製造業，因為未來真正值錢的不再是石油，不再是天然氣，而是誰能製造讓14億人甚至80億人舒服活下去的能力。而中國恰恰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空調產業鏈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全世界每10台空調就有7台左右與中國製造產業鏈有關。全球大量壓縮機、換熱器、控制板的核心部件也高度依賴中國供應鏈。問題來了，為什麼同樣是40度，中國很多城市還能照常運轉，而歐洲卻開始出現醫院爆滿、電網告急、鐵路停擺？難道中國人真的比歐洲人更耐熱嗎？當然不是真正答案比天氣更值得深思。很多人把這次歐洲熱浪看成一場天災，但如果你研究歷史，你會發現一句話特別有意思。管子說：“1年之計莫如樹谷，10年之計莫如樹木，終身之計莫如樹人。”真正的大國競爭從來不是臨時抱佛腳，而是在別人還沒意識到問題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布局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同樣是40度，為什麼中國很多城市還能正常運轉，而歐洲卻顯得手忙腳亂？答案只有4個字：基礎設施。很多人第一次去歐洲旅遊都覺得那裡特別舒服，古老的石頭建築，沒有密密麻麻的空調外機，街道寧靜，生活慢悠悠。可舒服的前提是建立在一個假設上，天氣永遠不會變。歐洲很多住宅建於上世紀甚至更早，當年設計這些房子的時候，當地夏天20幾攝氏度是常態，建築師考慮是保暖而不是散熱，所以牆修的厚，窗戶開的小，很多房屋甚至沒有預留空調安裝位置。這套設計在過去幾十年幾乎無敵，可一旦持續出現40度以上的高溫，它立刻就從優勢變成了老董。白天吸熱，晚上散不出去，整個房子像一個巨大的烤箱。不少歐洲居民抱怨，到了晚上室內溫度依然超過30度，根本沒法入睡，睡眠不足，高溫脫水，再疊加老年人基礎疾病，高溫相關死亡人數自然攀升。反觀中國，很多人天天吐槽空調外機太醜，可當熱浪來臨的時候，這些曾經被嫌棄的外衣反而成了最不起眼卻最重要的生命線。再來看一個很多人沒注意到的細節，
今年熱浪期間，歐洲不僅人受不了，電也受不了。法國呀，部分地區停電；德國電網負荷飆升；匈牙利核電站因為冷卻水溫過高，不得不降低發電功率。有人說呀，不就是少發點電嗎？別小看這幾個字兒，現代社會最怕的不是沒電，而是用電高峰撞上發電下降。就像一家飯店，中午來了100桌客人，偏偏廚房呀還壞了一半灶台。越熱大家越開空調，越開空調用電越高，用電越高，發電壓力越大。而河水越熱，核電站反而越要降功率，這幾乎形成了一個死循環。但中國呢？很多人不知道，中國這些年拼命建設的不只是高鐵，而是電網。有人總喜歡調侃中國是基建狂魔，可真正經過極端天氣的人才明白，基建從來不是面子工程，而是保命工程。你打開地圖看看，從特高壓輸電到跨區域調峰，再到大型水電、火電、風電、光伏、儲能共同協作，它像一張巨大的精神網絡，把不同地區的電力不斷調配，南方富余可以送到北方，西部富余可以送去東部。整套体系平時你感覺不到，可一到極端天氣它就是國家運轉的備用心臟。孙子兵法一句話：胜兵先勝而後求戰。什麼意思？真正厲害的人不是臨場發揮，而是在戰鬥開始之前就已經把勝利的條件準備好。中國今天看起來比較能扛熱，並不是因為中國天氣更涼快，恰恰相反，中國很多地方夏天比歐洲更熱、更潮濕。重慶、武漢、南京早就是出了名的火爐。廣東、廣西、福建高溫疊加濕度，體感溫度甚至能超過40度。正因為如此中國幾十年來被熱教育出來了一整套工業能力。空調要靠自己造，壓縮機要靠自己造，銅管要靠自己造，芯片控制板要靠自己造，变频技術要靠自己研發，甚至連生產空調的自動化裝備也逐漸實現國產化。很多人一直以為中國出口是一台空調，其實中國出口的是一整套產業鏈。這也是為什麼當歐洲開始瘋狂採購降溫設備時，最後發現繞來繞去，供應鏈的終點很多還是中國。更耐人尋味的是，熱浪不僅讓中國空調企業迎來訂單，也讓一種過去相對陌生的產品迅速走紅——熱泵。以前歐洲推廣熱泵主要是冬天取暖，減少天然氣依賴，如今它又承擔起夏天制冷的重要任務，而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熱泵制造的重要力量之一。這說明什麼？真正掙錢的從來不是災難本身，而是提前為災難準備解決方案的人。這讓我想起《周易》的4個字：窮則變，變則通。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極端天氣越來越頻繁的新階段。未來比拼的不只是 GDP， 不只是芯片，也不只是人工智能，還有一個常常被忽略的問題：誰能讓普通人在越來越極端的環境裡依然舒舒服服的生活？這背後比拼的是制造業、能源體系、城市規劃跟供應鏈韌性。而這也許才是中國制造真正的底牌。然而，如果你認為這只是中國空調賣得好的故事，那還是把問題給看淺了。真正值得深思的是為什麼這場熱浪不僅席捲歐洲，也席捲印度、中東、北美，甚至全球？它背後暴露的可能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，而是整個人類文明在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。如果我告訴你未來世界最貴的資源不是黃金，不是石油，也不是芯片，而是涼快，你会不會覺得我在開玩笑？可如果你把最近幾年全球新聞連起來看，你就會發現這句話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實。印度部分地區地表溫度突破60攝氏度，中東一些國家夏季室外體感溫度到50攝氏度，美國南部連續刷新高溫記錄，而今年輪到了歐洲。過去我們總覺得熱只是天氣，可今天熱已經開始成為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能力。為什麼？因為現代社會的一切幾乎都離不開溫度。醫院需要恆溫，數據中心需要恆溫，芯片工廠需要恆溫，食品冷鏈需要恆溫，疫苗運輸需要恆溫，機場需要恆溫，地鐵需要恆溫，超市需要恆溫，甚至你每天刷手機的視頻平台，它背後的服務器也必須靠強大的制冷系统，24小時不停降溫。很多人以為空調只是讓人舒服，其實它真正保護的是整個現代文明。有人曾經做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，如果電力是现代社會的血液，那麼制冷就是維繫生命體溫的循環系統。沒有它再先進的科技也可能因為過熱而停擺。這也是為什麼今年歐洲熱浪帶來最大啟示，不是天氣，而是一個過去長期被忽視的產業突然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，那就是制冷產業。過去全世界都在討論芯片，討論 AI， 討論新能源，可很少有人討論壓縮機，討論換熱器，討論冷媒，討論變頻控制。這些聽起來一點都不性感，
可真正經歷過40°C高溫的人才知道，這些不起眼的工業零件，關鍵時刻比奢侈品重要得多。鹽鐵論有一句話特別經典：氣利則事兒成。什麼意思？工具先進，事情才能辦成。真正決定文明高度的，往往不是最耀眼的技術，而是那些默默支撐整個社會運轉的基礎能力。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？過去幾十年，中國製造經常被一些人貼上低端標籤。有人嫌中國做的是電風扇，有人嫌中國做的是冰箱，有人嫌中國做的是空調。可今天啊，當熱浪席捲全球，人們才突然意識到，這些所謂不高端的東西，恰恰是現代生活最不能缺少的東西。一台光刻機固然重要，但如果医院停電、藥品变质、老人中暑，再先进的芯片也解決不了眼前的問题。這就是工業體系的價值，它不是讓你驚豔，而是讓你在最困難的時候依然能夠正常生活。很多人喜歡說一句話：制造業不掙錢。真的嗎？如果真不掙錢，為什麼全球每一次危機最後掙錢的往往都是制造業？疫情時期是口罩，是呼吸機；能源危机時期是光伏、儲能；如今高溫時代又輪到了空調、熱泵、制冷設備。變化的不是產業，而是世界終於開始重新認識它們的價值。更值得深思的是，中國真正的優勢從來不只是某個品牌，而是一整套完整的產業生態。一台空調從銅礦、鋁材、鋼材到壓縮機、電機、控制芯片，再到物流、安裝、售後，背後串聯的是成千上萬家企業。這意味着，當海外訂單突然暴增時，中國可以迅速組織生產、擴大產能、穩定交付。這種能力不是一天两天練成，而是幾十年工業積累的結果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國際採購商最後發現，不是他們離不開某一家工廠，而是很難繞開整個中國供應鏈。當然，這也並不意味着中國可以高枕無憂，因为未來真正的競爭已經不僅僅是誰能生產空調，而是誰能生產更節能、更智能、更環保的空調，誰能把人工智能與能源管理結合，誰能讓一台空調不只是降溫，還能自動調節能耗，接入智能電網，配合儲能系統運行。換句話說，下一場競爭不是有沒有，而是好不好。所以當我們看到歐洲因為高溫而搶購中國空調時，不應該只有一種情緒，我們贏了。更應該思考是，如果未來全球進入極端氣候時代，中國還能不能繼續保持技術領先，還能不能從制造大國走向標準制定者，還能不能把今天賣產品變成明天輸出整套解決方案。因為真正值錢的從來不是一台機器，而是解決問題的能力。而真正的大國競爭也從來不是誰喊的聲音更大，而是誰能在別人最需要的時候拿出別人造不出來、替代不了、離不開的東西，這樣才是真正的底氣。我是白房大招，點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